Feel Club 开业活动，整个酒吧里面的音乐震耳欲聋。苏婉窝在2楼卡座的沙发里，懒洋洋地划着手机屏幕。陆星棉中场回来休息，凑到苏婉耳边轻声说：“这一批酒味道还不错，你也下去试试呀。”不去，我要戒酒了。我哥怎么说也得3天后才回来，你这么急着戒酒干什么？他又看不到。可是他这次回来估计不走了，这对别人是好消息，是坏消息。我妈千叮咛万嘱咐，在他面前要温欢，要端庄典雅，不能丢豪门少夫人的脸。陆晨不在的这1年，是苏婉这辈子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间。她和陆星棉每天逛逛买买，喝完下午茶就去唱歌、喝酒、喝公寓，彻夜狂欢，浪费节。他不在的这1年，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，现在全完了。回去连微笑的弧度要精确到0.00几，这简直是要我的命。婉婉，我哥都1年没回来了，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？结婚证上面有他的照片，我回去再找找看吧。你们就没有互相联系过？视频呢？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他估计也没有。婉家。反正我哥回来你就没得玩了，不如今天玩个够。不玩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家了。不玩点？晚上10点，夜生活才刚开始，时间不早你个头！你回哪个家呀？回我跟你哥的那个婚房啊，他都快回来了，我怎么也得营造出有人在那儿常住的假象吧。苏婉靠着边走，路上碰到了一个上来搭讪。又来。陆星棉要送苏婉出去的，看见又一个小鲜肉凑上来，好像十分的快。婉婉，你都要开始适应已婚妇女的生活了，怎么婚戒还没就位啊？婚戒？我没有婚戒啊！打扰了。目送陆星棉进了酒吧之后，苏婉才摸出车钥匙，开始找自己的座驾。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驾，手机又响了。她低头看了一眼，是母亲的秘书打来的电话。我不管你这1年在外面怎么忘玩，你记住，你现在是陆家的少夫人，代表的是陆家和苏家的门面。那我这脸还挺大的。站在他对面的那人晃了晃他的车钥匙，拉回了他的思绪。苏婉取回了自己的钥匙，抬眸看了对方一眼。谢谢。白色衬衫，下身黑色西裤笔直，整个人看起来清冷金贵，斯文俊雅。一双凤眼微挑，漠然中带着几分冷傲。现在小姑娘都喜欢这款，可惜也是我的菜。不过我家那个便宜老公好像也长这样，怎么又想起他了？阴魂不散。行了行了，没星星了。他把身上那些 bling bling 的钻石项链、手链、脚链全都摘了下来，用清水洗净脸，露出清秀素颜。收工，得赶紧变回去。要是被婆婆撞见我这副样子，苏婉换上一条米白色套裙，戴上小巧的珍珠耳环，对着镜子画上淡妆，左右端详镜中的自己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这才像陆家少夫人。苏婉进屋的时候，发现1楼大厅的灯是开着的，吓了一跳。张阿姨从厨房方向探出头，笑容满面。少夫人您回来啦！张阿姨啊，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夫人今天自己炖了莲藕排骨汤，我给你们送过来了，待会儿就可以喝了。又是汤啊！张阿姨，我先上楼，待会儿再下来喝汤。结婚证放哪儿了来着？得赶紧把那张脸记住。找到了。他。苏婉的食指和中指捏着一本红色结婚证，她走进卧室，随手将证放在床头柜上。
苏婉正想趴下休息，目光扫过床头柜，动作顿住，一块深蓝色表盘的腕表静静躺在那里。苏婉伸手拿起那块表，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表带，瞳孔微缩，脑中闪过酒吧停车场那只帮他捡钥匙的带着同款表的手。不可能！他抓起结婚证，快速翻开，证件照上，陆晨那张清冷金贵的脸映入眼帘，凤眼微挑，正是停车场那个帅哥。苏婉手一抖，结婚证脱手滑落。他提前怀了，还在停车场。他认出我了，区别这么大，他应该没认出来吧？苏婉专注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浴室的门无声打开。陆晨穿着深色浴袍，带着一身水汽走出来。他看着苏婉的背影，缓步走近。在想什么？结婚证怎么会在地上？可能是不小心掉下去了。是吗？没事看什么结婚证？你不在的这些时间，我每天都是看着结婚证度过的。陆晨脸上突然绽开一个明显的抑制不住的笑容，是毫不掩饰的嘲笑。想起高中时他和陆星年简短校裙被陆晨抓包罚站，他气鼓鼓瞪着他。笑！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我说出那种话，对我们都是折磨。为什么需要靠看着结婚证来过日子？过去的这1年里，我一有时间都会给你打电话，可是好像是个空号。他居然真打了！领证第2天早上，我迷迷糊糊把号码后4位打乱了，报给他的。完了，这下理亏了。是这样子的，我有个同学在平台上借钱，填了我的号码，无奈只能把号码注销掉了。因为你在国外，所以没来得及通知你。陆晨没有回应，只是淡淡的看了苏婉一眼，目光深邃，仿佛在审视。婉婉，汤我给你们热好了，记得下去吃啊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好的，那我先送张阿姨出门，陈哥哥你慢慢来，不着急的。太好了，不用单独面对他。他换衣服最好换到明天早上。三少回来了，你看起来心情很好哦。您是怎么看出我心情好的？阿姨是过来人，你的喜悦都摆在脸上呢。你们小两口就好好过，反正你们大把的好时光，慢慢来。我哪里有喜悦？我现在都快哭了。苏婉独自一人，失魂落魄地坐到别墅前的阶梯上，双手抱膝。接受现实吧，苏婉，你的丈夫回来了，你是已婚妇女了。不知道她在门口待了多久，直到身后有一只手把她从台阶上捞起来，她才回过神来。怎么坐在这里？好像有点太激动了，我吹会儿风，冷静一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拽着苏婉回屋了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有肢体接触，他却冷静淡然的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反而是苏婉别扭的手心都渗出了一层毛汗。张阿姨早就已经替他把汤盛好了，他坐下就能喝。陆夫人的手艺进步了很多，汤的味道很鲜美，她没管住自己的嘴巴，把整整1碗汤都喝完了。你不喝吗？这可是妈的心意。我没有晚上吃宵夜的习惯。朋友的酒吧新开业，刚刚去了一趟，吃了点东西。酒吧？干的睡衣，玫瑰
SPA， 老天！陆星眠也去了，你怎么没跟他一起？那些地方太嘈杂了。我下午是跟插花班的同学在美术馆看展，结束后一起吃了饭才回来。陆晨静静地看着苏婉，眼神深邃，嘴角似乎勾起一丝极淡的、难以捉摸的火花。明天中午有时间吗？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约了苏总，明天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。哦，可是我明天跟绵绵约了要去听音乐会，莉莉安的个人专场，门票很难抢的。明天他去不成了，他爸爸给他安排了个新助理，说是助理，但会全面接管他工作、生活。如果你真的喜欢，我可以让莉莉安专门为你加办一场。主要是明天约了两家的长辈，不能放鸽子。好，反正也不爱听，每次都睡着。第二天上午，阳光透过窗帘，苏婉从床上坐起，身边空无一人。她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打了个哈欠。失眠真可怕。苏婉已经敷好面膜，正对着镜子仔细化妆。她拿起眼线笔，将平时微扬的眼角画成微微下垂的弧度，换上一支温柔的樱花色口红，抿了抿唇。长辈们最喜欢的类型。苏曼女士，为了不给你丢脸，我真是拼了。巨大的圆桌旁坐满了人，苏婉跟在陆晨身边走近来。平时想见他们一面要看行程。陆晨一回来，全推掉工作来吃饭。多吃点。晨晨，真是会照顾人，我们家婉婉有福气了。哪里，婉婉温柔懂事，能娶到她是臣的福气。天，把我夸成这样，万一哪天我掉马了怎么办？能够娶到婉婉是我的福气。这人绝对在国外报了表演。两个孩子感情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等你们婚礼提上日程，再备孕生个孩子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？真不怪我，生孩子了。陆晨他根本也不想吧？他肯定不愿意。领证那晚，我说亲戚来了，他就分被子睡了。昨晚也是，一句完就没了下文。是我自作情了，躲这儿干什么？陆晨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，你必须抓紧他，坐稳陆家少夫人的位置，明白吗？我只是个商品，对吗？认清自己的价值，回去笑。苏婉独自站在拱门下，陆晨站在门边的阴影中，不知已听了多久。他都听到了，难道他身子不行了？在国外玩得太疯，被掏空了。他不行，受苦的可是我啊！夫妻生活总要过吧？我岂不是要守活寡？我昨晚对比了大师算的日子，2个月后的15，诸事皆宜。小曾孙的名字，我看叫程宇不错。我就像一件商事，被摆在桌上估价交易，连插嘴的资格都没有。当初领证太仓促，这次一定要给婉婉补一个最盛大的婚礼。他们越重视这场婚礼，我在苏家眼里就越值钱。真屈辱，闷死了，透透气。苏婉站在盥洗台前，打开水龙头，用冷水拍了拍脸。她看着镜中妆容精致却眼神疲惫的自己。苏婉从洗手间出来，苏曼正从走廊另一端朝她走来，表情严肃。妈，有空吗？妈有话跟你说。人对你不错，你要是不抓紧，别人可就抢走了。那我知道不错，
那是你们没看到他私下对我多冷漠。最近就不用做什么错事了，现在哪怕怀了，婚礼上也看不出来。压力好大，得赶紧找老中医帮他把隐疾治好才行。苏曼说完转身离开，苏婉独自站在拱门下，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。他正想走，一抬头，陆晨正斜倚着门框，静静地看着他。他什么时候在那儿的？听见了多少？误会就误会，好结束这塑料婚姻。装什么逼？苏婉，你真狗腿！什么时候才能翻身？陈哥哥，怎么了？我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么矜持的人。苏婉脑中闪过一系列外景画面，偷偷看小 H 书翻墙，在高处下，他踮脚凑近穿着校服的陆晨，手指轻飘地划过他的下巴。怎么不说话？要是以前，我早招呼上去了。可现在他是我老公，想收拾我办法多的是。人的性格总是会变的，更何况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都忘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了。陆晨眼神深邃，静静地看着他，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弧度，没有说话。糟了，我说忘了，他要是真一件件数出来怎么办？他记性有那么好，除非他吃饱了撑的。我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还是早点回去吧，不想让妈担心。陆晨手臂肌肉瞬间微软，将自己的手臂从他手中抽了出来。苏婉手僵在半空，脸上的笑容凝固。这样有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没什么。他一直都讨厌我，现在连我的触碰都讨厌。明天有时间吗？没时间呢。陆晨淡淡瞥了他一眼，眼神意味不明。那就后天。他这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啊！我想了想，明天我可以空出时间的。等我安排。是真的假的？第一天就把你治得死死的？我哥推荐的人能是善茬吗？简直是魔鬼！唉，看来我们真是难姐难妹，都水深火热了。喂，棉娜，你认不认识什么中医啊？或者民间高手？咋了？你生病了？不是我，你哥，我怀疑他。他什么呀？你倒是说呀！害我在这儿干着急。我在想他是不是在国外玩得太疯了，身子被掏空了。你说话呀，这么沉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不能吧？他怎么可能是你说那种人呢？我不信。这些年追求我的人也不少，这证明我是有点魅力的吧？那当然。那你哥为什么对我没有半点反应？婉婉，他不是那种会对婚姻不忠的人，放心吧。他估计就是你太紧张，毕竟你们相处的时间不长，总得给你点时间，哪有人一上来就黑黑的？那要不
你主动试一试呗，收多。先挂了。他什么时候坐在这儿了？他坐了多久？他是不是都听见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时间不早了，该睡觉了。好的，陈哥哥，晚安。哎。苏婉，你累不累？今天在外面逛了一天，好像还挺累。太生气，虽然不知道气什么，但绝对不能惹。很晚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快走，快走！不回来才好，以后都让你睡书房。昨晚的梦可真不错。陈哥哥，我们第一次约会来这儿。你说喜欢莉莉安，我就让她在江城多待一天，专门为你再办一场。你真好。完了，第二次搬起石头砸自己脚。对了，绵绵也超喜欢莉莉安，我能邀请她一起来吗？有福同享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剧院院长热情迎出，与陆晨握手寒暄。苏婉趁机溜到一旁柱子后，快速掏出手机。绵绵，救命！刚开完会，被掏空了。我请你听莉莉安的专场音乐会。新网红伊洛娜。大姐，你明知道我听古典乐会死，你是请我去睡觉的吧 ？Bingo， 有难同报。谁让我们是睡过2小时音乐会的交情？星棉，20分钟后见。学长，你也喜欢莉莉安吗？听说是你特地让莉安加办场演唱会呢。我也不想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就推掉了米兰时装周的邀约，急忙飞回来呢。学长，这蝶晶还是陆晨的学妹，林薇薇，我的高中死对头。你少装！你故意惹陆晨学长，就是想引起好了。我苏婉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陆晨，如果我苏婉喜欢陆晨，那就是我瞎了眼。陆晨逆着金色的夕阳余晖，正一步步走来，光线勾勒出他清晰的轮廓。学长，你看看，苏婉她又在欺负人。喂，有没有搞错？周围这些人好像都是你找来的吧？苏婉，知不知道聚众打架的后果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学校有规定，聚众打架者视情况处置，一般情况警告处理，严重情况记大过处理。所以你回去写一份检讨书，5000字以上。下周一在国旗下进行自我检讨。那他呢？他自有其他惩罚。苏婉，跟我来。苏婉从短暂的回忆杀中回过神来，眼神复杂地看向陆晨。陆晨不疾不徐，对着林薇薇清晰地说道：“我太太喜欢你。”
完了，他这话不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吗？学长，你已经结婚了。去年领证比较急，过段时间会补办婚礼。你也认识他？陆晨，你嘴巴没个把门的，什么都说。我当年在林薇面前立的 flag， 这下要狠狠打我的脸了。绵绵，我出来接你。婉婉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你爸这是给你找了个新助理，还是找了个监护人？别提了，他说是我哥让他来的。这是我嫂子苏婉，这是我助理谢之恒。嫂子，你好。苏婉表情瞬间凝固，眼睛瞪大，满脸写着问号。陆总对我来说义兄义友，按理说我也应该喊您一声嫂子的。哦，谢先生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看见林薇薇了，她居然在搭讪你哥。婉婉，我估摸着，当年我哥就看上你了。呸！你瞎了？真的，我总觉得高中那会儿他就很奇怪，现在越想越不对劲。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对劲，不是，他本来就有病。你想想啊，他要是不在意你，干嘛急忙从学校赶来阻止你们打架？因为你也在，他不想让你进医院。那惩罚呢？他可是让林薇薇写了5000字检讨，可他让我做高2的数学卷子，宁愿写检讨。我觉得他就是在侮辱我当时的智商。你数学是挺白痴的，他专挑你最差的罚，难道是因为讨厌你，所以时时刻刻盯着你？那个，你助理不会向陆晨打小报告吧？嫂子放心，我不会告诉陆总的。如此可教，我以后一定在绵绵面前多说你好话。别闹，我还指望他在我爸面前多替我说好话呢。陆星棉，你好歹是个霸道总裁，流落到要助理替你美颜。我爸可听他了，说我不听话就送我去相亲。深藏不露啊！林薇薇怎么不见了？估计知道陆晨老婆是我，躲角落哭去了，或者找我补当年没打成的那一架。您好，陆先生。谢先生，久等了。苏婉走向贵宾席坐下，身体陷进沙发，眼皮开始发沉，忍不住打了个小小的哈欠。不行，不能睡，陆晨在旁边。苏婉手悄悄伸向自己的小包，想去摸薄荷糖。陆晨微微侧过头，眼神平静地看向他的手。苏婉动作一僵，立刻把手缩了回来。苏婉脑袋开始不受控制的左右摇晃，身体慢慢向一侧倾斜，终于支撑不住，以一个别扭的姿势歪着头，彻底睡着了。陆晨感觉到身边人安静下来，缓缓转过头，目光从舞台移向苏婉，眼神复杂的凝视着他，带着一丝探究和回忆。陆晨小心翼翼地将苏婉的头扶过来，让她稳稳地靠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变得不像我认识的那个苏婉了。震耳欲聋的掌声中，苏婉猛地惊醒，眼睛瞪大，第一反应是赶紧用手背擦自己的下巴。还好没流口水。
睡得还好吗？是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。呵，为什么没睡好？大概是因为陈哥哥终于回来了，我有点兴奋，所以睡不着。哼。婉婉，气死我了！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。没事没事，我先回去了，不打扰你们俩培养感情了。培养感情？苏婉，什么事？你丫先离我远一点再说话。陆晨双手突然稳稳扣住苏婉的双肩，苏婉吓得浑身一颤，屏住呼吸，眼睛瞪大。陆晨抓着苏婉肩膀，身体微微前倾，脸缓缓靠近苏婉瞳孔地震。我们是夫妻，接个吻算什么？以后还有更可怕的。淡定。苏婉等了片刻，疑惑的、小心翼翼地睁开一只眼，发现陆晨的脸依然近在咫尺，但表情淡漠疏离，毫无情欲。自作多情，他又在嘲笑我，丢脸丢大了。哎，学长，你还没走吗？这位是你的高中同学，眼角开的，鼻子垫的，嘴巴打过针，下巴削过胸，隆的，折腾这么多，不怕疼吗？他这是什么眼神？我的高中同学，我自己都不记得了，没想到你记得倒是挺清楚的呢。他还记得我，这说明……我之所以会对他有印象，是因为以前他似乎跟你有过冲突。是你，算你识相。我们回家吧。苏婉，我记得当年你可是副学长的黑粉头呢。今天听说你们结婚了，我还真是挺意外的。来了。我还记得当初你可是信誓旦旦地说你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学长的，还说如果你喜欢他，那是你瞎了眼。瞧瞧，这个女人还是一如既往的虚伪。当年就有同学说你对我有非分之想，我还觉得是天方夜谭。我只是讨厌你，谁对你有想法了？恶心！也不怪同学们乱猜。高中那会儿你天天缠着我，像极了在我面前刷存在感的追求者。现在想想，同学们的猜测还挺有道理。你胡说八道！陆学长坚持不懈追了我好久，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毕竟最后我还是被他感动了。打脸算什么？能嫁给这么爱我的人，我认了。林微微震惊到失语，眼睛瞪得滚圆。陆晨面无表情，眼神深邃地注视着苏婉的侧脸，沉默不语。
的确是我追的她，追了很久，她才答应嫁给我。苏婉靠坐在后座，脸转向车窗，窗外流光溢彩的夜景映在她脸上，她嘴角忍不住偷偷上扬，又迅速压下，回忆起林微微那吃瘪的表情，心里暗爽。苏婉和陆晨分别坐在两侧，中间隔着明显的距离。车厢内弥漫着令人窒息的低气压和尴尬。陆晨端坐着，侧脸线条冷硬，目光直视前方。他忽然极轻微地扯动了一下嘴角，那是一个转瞬即逝、含义不明的弧度。大小姐，消消气，别忘了你现在还要靠他在你爸面前替你美言几句呢。你哥好像生气了，为啥？不知道啊，生气就生气，谁要哄他呀？关键是我又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。哄一哄。进来。苏婉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探进半个身子，看到陆晨正低头专注地看着文件。苏婉眼睛四处搜寻，最终锁定在书桌一角的笔记本电脑上。苏婉快速拿起笔记本电脑，抱在怀里，全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也不敢看陆晨，转身就往外溜。陆晨在门关上的瞬间，缓缓抬起头，目光看向紧闭的房门，眼神深邃复杂，嘴唇微动，最终只是无声地叹了口气。苏婉盘腿坐在床上，笔记本电脑放在膝上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，脸上带着一丝狡黠和报复的快意。如果没有被人打断，臣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吻下去，毕竟那是他暗恋了10年的女神。苏婉合上电脑，随手扔到一边，然后整个人扑倒在柔软的枕头，把脸深深埋进去，肩膀因为得意和窃喜而微微扭动。哼，男主角臣表面高冷，背地里是女主角的忠实舔狗。现实中我不敢，小说我还不能虐死你，直接就用你陆晨的大名，让你在书里被我虐得死去活来，就是我的平衡大法。个、10、百、千、万，50万书币，5000块。书友123577890，从签约那天就一直打赏催更，今天这是大佬，么么哒，谢谢老。陆晨走进卧室，嘴角挂着浅笑，目光扫过床上的苏婉，那笑容显得意味深长。苏婉立刻收敛笑容，板起脸，假装淡定地继续看手机。哟，好几万！天哪，我真是幸运女神的私生女吧！谢谢，亲爱的，爱你。打666！陆晨坐在床边，随意地划着手机，偶尔瞥向身边笑得像个傻子一样的苏婉，嘴角那抹迷之微笑更深了。苏婉完全沉浸在喜悦中，对着手机屏幕傻笑。陆晨放下手机，起身走向浴室，他的背影从容，但经过苏婉时，脚步似乎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。苏婉头也不抬，写作助手的消息提示音已经响起了一片。小说书评区界面，一条新回复弹出，书友12345678910，我也爱你。苏婉看着手机屏幕，嘴角不自觉勾起。苏婉退出阅读软件，快速点开购物 APP 下单，然后满意的放下手机，藏好，闭上眼睛。每天装名媛，做给妈妈看，真累。骨子里那个野了15年的我，从来就没变过。陈刚回国，公司肯定一堆事，我待会儿就劝他别把时间浪费身上。我会做本分的妻子。成功男人背后就需要我这么懂事的女人。床边微微下陷，苏婉感觉到动静，猛地睁开眼睛。陆晨倚在他床边坐下，头发微湿，单手撑在他枕边，正静静凝视着他。苏婉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
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这块有阴影。有。说来听听。我想说，你刚回国接手公司没多久，还是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公司上，不用花时间来陪我的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你真的觉得我应该这么做？我听话会懂事的，你放心。话音未落，陆晨突然毫无预兆的俯身压下来，唇瓣轻轻贴上了苏婉的唇。苏婉瞬间睁大了眼睛，瞳孔地震，双手下意识挡在身前，充满了震惊与抵触。苏婉脑中快速闪过画面，母亲苏曼严肃的脸，陆夫人殷切的笑容，婚礼现场的喧嚣。她挡在身前的手缓缓的、无力的垂落下来，放弃了抵抗。苏婉缓缓闭上了眼睛，睫毛因害怕而剧烈颤抖，一副彻底放弃、接受现实的姿态。陆晨将她的抵触、不甘、挣扎尽收眼底，眼神复杂。下一秒，陆晨忽地放开了她，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的睡袍。苏婉茫然地睁开眼睛，唇上还残留着触感，不知所措。苏婉，你不觉得你就像一个被人操纵、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偶吗？对着这样的你，我提不起半分兴趣。苏婉眼眶泛红，强忍着泪水，死死盯着眼前的陆晨。陆晨看着苏婉苍白的脸色，眉头微蹙，以为她要哭。苏婉猛地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在睁开时眼神已变得冰冷。苏婉单手撑床坐起，另一只手伸到陆晨面前。陆晨垂眸，视线落在他白皙纤细、涂着柔粉色指甲油的手上，灯光下泛着微光。所以呢？你不累吗？我努力的讨好你，这样不好吗？陆晨头也不回地走向卧室门口，开门离开。苏婉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嘴唇微微颤抖。猛地将脸埋进被子，肩膀剧烈抖动。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陆晨都很忙，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出差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待在家里。苏婉做个指甲的时间，手机就被来自学渣圈的各位好友的消息轰炸了。说到这个学渣圈，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。手机屏幕亮起，被命名为学渣圈的群聊消息疯狂弹出。学渣川儿，一段怎样的故事？喂，绵绵，你到了吗？好，停车场见。3人坐在咖啡厅包间里，夏棠还在抽泣，激动地拍桌子。早就劝过他网恋不靠谱。行了行了，反正总共也没花多少钱，就当是买个教训了。以后不要看见帅气的小哥哥就被迷得昏头转向了。我见到他本人了，一点都不高，皮肤一点都不好，脸上都是坑，还有皱纹。可只是瞎了眼才会那几张照片给迷昏了头。我就回去向我爸妈请罪，说我以后再也不敢瞎恋爱了，求求他们不要把我赶出家门。所以你吐槽完了？婉婉，你这么急着把我召唤回来是要干什么大事吗？我需要你当我的伴娘，
好，没问题。结婚对象是谁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陆晨，你们有没有听见我心碎的声音？没有。苏婉，你明知道陆三少是我的男神，不带你这么欺负人的。我表示对你十分的失望。大小姐，领证那会儿我就跟你说了好吗？要不你替我去结婚？反正那是你男神，跟他结婚你也不吃亏。唉，你这不是在坑我吗？三哥又不喜欢我，瞧你说的，他也不喜欢我。不，他一定是喜欢你的，不然他干嘛要跟你结婚？他又不是一个会将就的人。就是，以前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。学校里面违反纪律的学生那么多，比你过分的那儿就更多了。他为什么盯着你？为什么？朽木不可雕也，朽木不可雕也。当然是在乎你，才盯着你，因为害怕你误入歧途。你看他跟哪个女孩子说过话，就属跟你说的话最多了。谁说没有的？我记得他同班那个温软跟他说话就挺多的，每天都讲呢。那是因为他们是学生会的成员，每天都有工作交流的好不好？不对啊，你怎么会记得姓温的那个学姐？难不成是因为她跟我哥平时交流比较多，所以你吃醋？瞎说什么呢？每次检查纪律，他总是要记我的名字。他这么关照我，我能忘记吗？管你们怎么说，我就是不信陆晨喜欢我。婉婉，你为什么总是不信呀？我暗恋男生这么多年，没发现他对谁这么上心。他只是担心我把绵绵带坏。其实，我亲耳听见他说过的。他说他不喜欢我。好了，今天聚会是给糖糖庆祝，别提那些不幸的事儿了。对，你看，这是我珍藏的男团录像带，全是美男，专治心情不好。美男好，看美男。步步接，烦人精。结婚是赚了好吗？你想想，以前陆晨那个圈子的女生，现在婉婉都把陆晨抓手里了，到时候牵着陆晨到他们面前，气死他们。六，这不是在说陆晨是狗吗？婉婉，你知道我哥现在在干嘛吗？陆晨坐在餐厅靠窗位置，对面坐着一位穿白色雪纺连衣裙的长发女子的背影，嘴角似乎带着一丝浅笑。陆晨出差去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又不查岗。他不是说对我提不起半分兴趣吗？提不起兴趣才好，爱咋咋地。他在跟一个女人吃饭，吃饭就算了，还有说有笑。那个女人险些摔倒扑进他怀里，他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推开，渣男。我是该帮说几句，还是跟着一起骂渣男呢？都有老婆了，还绅士风度给谁看呢？你别替他解释了。我知道你是好心肠，但你这样以后一定会被他欺负的。你们都要办婚礼了，有这个小姑子替我管着就行了。事实上，我跟陆晨维持表面塑料夫妻就好，私底下谁也别干涉谁。照片中，陆晨坐在餐桌前，表情放松，嘴角微扬，心情似乎不错。对面是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长发女子，气质温婉。原来陆晨真的喜欢这种类型的。现在我在长辈面前就是这个打扮，该死的，又给了他自以为是的机会。他一定会想，苏婉为了讨好我，连我喜欢什么类型都知道。你这照片什么时候拍的？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？1小时前，陆晨又一声不吭回来了。那他要么还在跟女人谈情说爱，要么已经到家了。完了，婉婉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我老公回来了，好像你是趁老公不在跑到面找小鲜肉似的。我倒想找个小鲜肉。婉婉，你别冲动，男神多好啊，长得帅又能赚钱。
挣钱来给我养小鲜肉，不错。还没回来。与此同时，陆新年的微信消息发了过来，陆晨便开始跟他聊天。陆晨盯着在乎2个字，眼神深邃复杂，手指在苏婉的电话号码上旋停。陆晨放下手机，屏幕显示陆新年的聊天界面，上面是一个地址。双面剑，蝶。陆晨拿起车钥匙，转身走向门口，表情若有所思。喝，今天开心。婉婉，你不能再喝了。苏婉的手机在沙发缝隙里震动，屏幕亮起，显示陆晨来电。我的天，陆晨，快接啊！都打了好几个了。喂，三哥，婉婉今天好像心情不好，喝醉了。什么？您现在就在门外？那我去开门。婉婉，你老公来捉奸了！胡说，我哪来的老公？是你老公陆晨来了，现在别墅门口等着呢。三哥，陆总，婉婉接了个电话之后，心情就突然低落了。您快带她回家吧，记得给她喝醒酒茶。那我带他走了，谢谢你们照顾他。陆晨抱着苏婉转身离开，苏婉的脑袋软软靠在他肩头。车子停稳，苏婉迷迷糊糊睁开眼，透过车窗茫然地看了看四周。陆晨一言不发地下车，绕到副驾驶，打开车门。是你啊！连我的梦里都敢来！放开我，混蛋！在我梦里还敢这么猖狂，看我怎么虐你！陆晨，给我放洗澡水！陆晨眼神复杂地看着发酒疯的苏婉，嘴角机不可察地动了一下。我听话，信不信我让你喝洗脚水？一身酒臭味，离我远点。陆晨转身去放洗澡水，调试好水温后，他面无表情地走回苏婉面前。他伸手开始解苏婉的裤子。陆晨推开浴室门，水汽氤氲中看到苏婉歪着头在浴缸里睡着了，脸颊泛红。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拿起浴巾正要俯身去捞苏婉，角落里传来刺耳的手机铃声。陆晨动作一顿，眉头微皱，先弯腰将湿漉漉的苏婉从水中抱起，用浴巾裹好。他将沉睡的苏婉轻轻放在床上，盖好被子，然后转身走向脏衣篓。陆晨从脏衣篓里翻出苏婉湿了一脚的手机，屏幕显示哥哥来电，也有多条未接记录。他盯着屏幕，眼神微动。陆晨拇指划过屏幕，接通电话，将手机放到耳边。不好意思，回复消息晚了，抱歉。他睡了。晨，你回来了。
是啊，回来了。你难得打一次电话回来，要不我把他叫醒？不用了，晚晚睡不够都有起床气的。我可不想惹他生气。不多。你呀，懂得倒是挺多的。你这次回来是要跟婉婉举办婚礼了吗？对，婚礼定在半个月之后，你要回来参加吗？婉婉应该很希望你亲眼见证她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吧？啊，不老了，我近期任务很多，可能抽不出时间回去了。哦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陈，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对你能有什么误会？陆晨，既然婉婉嫁给了你，你应该对她好一点。还用你说？你知道就好。哼。陆晨舔了舔后槽牙，眼神危险，正要开口，苏婉醉醺醺的喊：“陆晨，去给我倒水。”行。是。婉婉醒了。没醒，他喝醉了，发酒疯呢。明天起来他得多难受。你待会儿去煮一碗醒酒汤。陆晨跪在床边，一手将苏婉从被窝里捞起，另一只手将水杯递到他床边。苏婉就着他的手小口喝水，睫毛颤动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陆晨的脸庞近在咫尺，眼神深邃。苏婉眼神迷离，伸出手指，轻轻划过陆晨的脸颊、下巴，最后停在喉结上。你说我现在把你办了怎么样？反正这是在我的梦里，不用负责，一觉睡醒就没了。怎么我的梦里还有别人的声音？苏婉舔了舔嘴唇，眼神狡黠，趁陆晨不备，猛地扑上去将他压倒在他身上，低头胡亲了他一口，手还不安分的乱。你的味道也不过如此。他还尝过谁的味道？行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让你平时欺负我，既然现在了我的梦里，你就憋着吧。闹钟刺耳响起，苏婉猛地睁眼，满脸起床气，暴躁的伸手摸索，抓起闹钟，狠狠砸向墙角。闹钟咣当落地，苏婉坐起身，被子滑落，低头一看，瞬间僵住。苏婉瞳孔地震，表情惊恐，一丝不挂。陆晨该不会趁我喝醉？看来他还是个人。你在那儿扭什么呢？苏婉吓一跳，猛地拽紧被子裹住自己，警惕地看着陆晨。陈哥哥，早呀！你怎么还在家里啊？今天不用去公司吗？别睡了，待会儿张阿姨过来给你做早餐。你吃过了，中午再休息。好的，你快去上班吧。哎，吃什么吃？睡觉最重要。腰酸背痛，昨晚是去打架了吗？苏婉笑眯眯目送陆晨离开卧室，门一关，瞬间垮脸。
我的妈呀！昨晚我到底都干了什么？怎么总觉得不对劲？算了，想不起来，不想了。苏婉闭上眼睛，试图入睡，眉头紧皱。画面快速闪现，苏婉醉醺醺的指着陆晨，猛地睁眼，倒吸一口冷气。苏婉把陆晨扑倒在床上，胡乱亲他。苏婉尖叫着坐起来。画面闪现，苏婉的手在陆晨身上乱抓，苏婉抱头惨叫。表情特别石化，眼神呆滞，嘴巴微张。少夫人，早餐准备好了，快下来吃吧。反正都这样了，老子以后不装了，爱咋咋地。苏婉从医药箱里胡乱抓出感冒药，塞进嘴里，仰头干咽下去。悄悄溜出别墅大门，快步走在街道上，打开秘密基地公寓的门。呼，还是这里舒服。苏婉打开直播，直播间标题：中国俘虏班，求大神指导。弹幕飞速滚动。大家下午好，接下来我们冲国俘虏班吧。游戏加载完毕，苏婉操控着鲁班7号一蹦一跳的走向发育。班错路，我班自己保命。苏婉全神贯注的盯着屏幕，手指在键盘鼠标上快速操作。苏婉戴着耳机，面色有些疲惫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操作。弹幕询问苏婉是否生病。今早起来发现感冒了，最近有点累。弹幕提问：昨晚去大保健了吗？小姐姐漂亮吗？我就是小姐姐，最近在忙结婚的事情。弹幕上飘过你不是人妖吗？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不是人妖。谢谢飞翔的石头，我只玩中单，200斤的胖子送出的血瓶、魔法书、钞票枪，感谢感谢。跟一个你讨厌的人结婚，你能高兴得起来吗？游戏画面中，苏婉的鲁班7号与虎发战绩再次被敌方李白击杀。以国服最菜鲁班，我靠安琪拉打上王者的。不信结束了，你们去看我首页。国服最强安拉。直播屏幕上密密麻麻飘过的全是同情婉婉、心疼婉婉的弹幕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很值得同情。所以路过的没点订阅的兄弟们点点订阅啊，还差800多万我们就达到1000万订阅了。兄弟们，联姻害人啊，我这辈子算是搭进去了。电脑屏幕上，直播间特效炸开。感谢大佬，大气大气！兄弟们都把大气打在公屏上。
好了好了，你们不用同情我了，今天的鲁班肯定能拿到市级标志。大哥，任天婷，别送了，送礼物平台要抽成的，我也拿不了多少。苏婉盯着屏幕，表情从感动转为一丝疑惑。这大哥是来控屏的吧？看见没？伤害起来了，再也不是小短腿了。Nice， 又一个人头。对面李白肯定要来抓我了。哦，明白，当诱饵是吧？来了。苏婉一不小心将队友害死。我不是故意的。苏婉看着队友的话，稍微松了口气，但随即公屏被婉婉真可爱疯狂刷屏，其中有个弹幕缓缓飘过，是很可爱。看见没？评分不是垫底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进步了。加就加，谁怕谁？小哥哥，可以一起玩吗？不行啊，我要冲国服鲁班的。不许笑！我打成这样都是你们指挥的，下一把都给我认真点儿。苏婉按照弹幕指示打字询问对方能否开麦，几秒后，他戴上耳机，清了清嗓子。Hello， 小哥哥，你是主播吧？你怎么猜到的？因为我现在在看你的直播。我还有事，今天不能带你上分了，下次吧。这就下线了。确实好。感谢大佬送出的2个藏宝图，我今天真是发了，当然平台也赚了。婉婉，多吃点。你看陆晨多体贴你，明天就是婚礼了，以后可要好好过日子。哥，明天你们就要举行婚礼了，今天晚上是婉婉最后的单身之夜，你就别占用她宝贵的时间了。单身之夜？去吧，早点回家休息。谢谢老公。放心哥，保证准时送她回来。婉婉，开心吗？开心！敬我们最后的单身女儿，眼真王。包厢内灯光暖媚，几个穿着清凉浓妆艳抹的女性坐在沙发一侧，陆晨独自坐在单人沙发里，视线扫过那些女性，表情越来越冷。三哥，干嘛去？回去。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，那么急着回去干嘛？我看你对婉婉态度也挺冷淡的，难不成你心里还藏了个白月光？那你别跟婉婉结婚啊！